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羽衣甘蓝，并分享一下我们家特别爱吃的羽衣甘蓝鸡肉饺子的做法。羽衣甘蓝是我认为家庭菜园里最值得种植，也最容易种植，采收时间最长，同时又最有营养价值的蔬菜之一。去年种植羽衣甘蓝尝到甜头之后，羽衣甘蓝成了今年家人力荐必种的蔬菜之一，不仅在种植数量上，而且在品种上。所以今年我早早地准备好了4种羽衣甘蓝的种子，在今年最后一个霜冻日之前的8个星期，也就是3月底就开始室内育苗，5月中旬一直到菜床，很快就开始源源不断的采收，一直到现在的12月。它是我的菜园里采收时间最早，同时也是最长的蔬菜。我特别推荐这种绿色西伯利亚羽衣甘蓝、绿色卷曲羽衣甘蓝和猩红色卷曲羽衣甘蓝，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德国剑蓝也不错。作为著名的抗癌十字花科蔬菜中的一员，羽衣甘蓝富含维生素 A、K 和 C 以及钾和钙，富含抗氧化剂，还有各种黄酮和多酚，可以保护心脏、降血压、抗炎、抗病毒、抗抑郁、抗癌，改善骨骼健康。羽衣甘蓝里的水溶性抗氧化剂含量比其他大多蔬菜都高，大约是菠菜的4.5倍。它是世界上维生素 K1 最好的来源之一。一份羽衣甘蓝所富含的维生素 K 几乎是日常推荐摄入量的7倍。羽衣甘蓝具有低热量、高纤维和高蛋白质含量的特性，可以帮助我们在进食后充满饱足感，维持体重健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极低，被誉为增肌减脂必备的超级食物。从地中海饮食到生酮饮食，几乎在任何饮食中，羽衣甘蓝都被极力推荐，备受健康达人、营养师和所有追求健康饮食人士的推崇，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超级食材之一。羽衣甘蓝和我以前介绍的甜菜叶一样，对我的成功减肥都是功不可没的蔬菜。这么有营养的蔬菜，从2019年到2021年连续3年，羽衣甘蓝都被美国环境工作组列为农药污染最严重的蔬菜之一，和草莓、菠菜、苹果、葡萄、西红柿这些我们平日生活里必不可缺的食物一起，被发现含有最高含量的商业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羽衣甘蓝连续3年排名第3，真是好遗憾。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自己种植羽衣甘蓝，没有菜地也没有关系，把它们种植到大容量花盆里，注意光照和浇水保湿就好，这样可以做到零污染。如果你只能通过购买获得羽衣甘蓝，那就选择有机羽衣甘蓝吧。因为有机蔬菜必须在不含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等违禁物质的土壤里生长，这样就可以消除与潜在杀虫剂相关的风险。同时，有机蔬菜的抗氧化多酚含量明显高于传统方法种植的产品，有助于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包括心血管疾病和一些癌症。当然，新鲜的有机蔬菜会比传统的选择更昂贵一些，你也可以选择冷冻的有机蔬菜，这样价钱会好很多。羽衣甘蓝种植起来特别容易，把它们种植在阳光充足的地里，每天浇水。我通常每个月施1次鱼肥，或者自己用厨余制作的波卡西液体肥，它们都是有机肥。我种的羽衣甘蓝也几乎不长虫子，每次从外围采摘长成的叶片，它会不断的生长，特别省心，而且高产。从夏天到秋天，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园采摘当日的蔬菜，而羽衣甘蓝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都将羽衣甘蓝搭配其他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一起打绿拿铁，这满满的一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帮助排毒，同时抑制食欲，增加免疫力，是保证我们健康和瘦身当之无愧的功臣。羽衣甘蓝有那么多的超级营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的口味。它因为含有大量坚韧不溶性纤维，所以口感较粗，带有微微的苦涩。就我们成年人而言，对于超级健康食材营养上的追求，一定会远远大于口味上的认可。其实，如果我们掌握了合适的烹饪方法，羽衣甘蓝一定可以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就像我们家一样，
一年四季都少不了它。你看看我菜园里种了那么多的羽衣甘蓝，就不难应验我说这个话的可信度了。做沙拉的时候，先将羽衣甘蓝用少许盐揉一下，让它变软，然后再与其他食材混合。用蘑菇和烟熏肉一起炒的羽衣甘蓝，一定会让你回味无穷。我们会用羽衣甘蓝做绿色的羽衣甘蓝面条，还有羽衣甘蓝芝麻蒜香酱，把它加到三明治等等。我和 Jasma 用羽衣甘蓝做的一些视频链接，我会放到屏幕右上方的信息栏和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供有兴趣的朋友点击观看。种了这么多的羽衣甘蓝，如何吃得完？相信是很多朋友想问的问题。我得承认，我们家每天蔬菜的消耗量很大。除了和朋友分享，对于富裕的羽衣甘蓝，我通常会把它们先去除粗的茎干，洗净后甩干，然后平铺到烤盘上，放入冰柜冷冻保存。我的冰柜里有一包包冷冻的羽衣甘蓝，这样在冬天我们也会有有机羽衣甘蓝食用。冷冻的蔬菜在最新鲜的时候采摘，这使它们保留了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变质。它和新鲜蔬菜一样，也非常有营养。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的羽衣甘蓝鸡肉饺子的做法。先准备揉面。Jasma 有一个专门介绍饺子的视频，里面对计算饺子的个数、饺子皮和馅料的比例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对饺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屏幕右上方的信息栏和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找到链接观看。今天这个视频的面粉和馅料所需要的比例，也是按照 Jasma 的视频来做的。我家做饺子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到食物加工器和逆式搅拌机来帮忙，这样可以特别快，同时完全不费力的就可以把面团和馅料准备好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手工操作也没有问题，只不过人会辛苦一点。我家做饺子的顺序是先揉面，利用洗面的时间准备馅料，然后就可以开始包饺子了。先用逆式搅拌机揉好面团，面团没有必要揉得特别光滑，放到盆中盖上盖子，醒一下，面团就会变得柔软。利用洗面的时间来准备馅料。用温水泡发一些黑木耳，40克的干木耳泡发后会变成250克。如果你看过我以前的视频，就会发现黑木耳在我家的菜肴中无所不在，我特别看重它的营养。黑木耳洗净后甩干水分，然后用食物加工器打碎。羽衣甘蓝同样打成末。我通常喜欢用在 Costco 买的有机鸡胸肉自己打肉末，你当然也可以买市售的鸡肉末、猪肉末或者牛肉末。把鸡胸肉和有机生姜随便切一下，一起放到食物加工器中打碎，然后把鸡肉末倒入逆式搅拌器中，加入胡椒粉、蚝油、鸡蛋。先将鸡肉末打到粘连成团，这一步特别重要，一定不要省略。如果你是手工搅拌肉馅，需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快速搅拌上劲，这样肉末和其他食材混合之后做出来的肉馅才会松软有弹性。将羽衣甘蓝、黑木耳倒进去，现在可以调一下味，加入盐、麻油，因为鸡胸肉很瘦，没有什么油脂，加入麻油可以让羽衣甘蓝软嫩。你换做橄榄油、牛油果油也可以。所有食材拌匀后，切一些葱花，葱花可以给馅料提香。这样馅料就准备好了。经过醒发一段时间后，面团变得很柔软了，现在可以开始包饺子了。自己擀饺子皮很容易控制饺子的大小，通常一口一个的小饺子特别好吃。但如果你想和我一样，在吃饺子的时候尽量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那么大号的饺子就更合适一些。因为在一个大的饺子皮里，我会包入尽可能多的馅料。不论是包饺子还是炒菜、煲汤，我通常很少只用单一的食材，我喜欢把至少3种以上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今天的馅料，鸡肉占总量的1/3，其余的就是羽衣甘蓝、黑木耳和葱。当然，这个比例你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自行调整。我包的这个饺子皮有20克，馅是35克，一共可以做70个饺子。如果现做现吃，我通常都是水煮饺子，开水下饺子，煮到沸腾后点一次冷水，
当水再次沸腾，所有的饺子都浮到上面，就可以捞出了。我切了一个朝天椒，加入一些蒜蓉油，再加一些香醋，调了一个蘸料，搭配饺子一起食用。我给 Jasma 准备午餐盒的时候，也经常带饺子，这个时候我都会做煎饺，这样饺子不会粘连，口感更好。煎饺做起来特别简单，先在锅里放点油，将饺子在锅中摆好，加入半杯冷水没过饺子底部，然后开火，先盖上锅盖煮至沸腾，然后将火调至中火继续煎，直至将锅里的水收干。晃动锅子，如果饺子可以随锅子一起晃动了，就可以翻动一下饺子，看一看底部有没有煎成金黄色，把饺子的其他面也煎一下，这样饺子放到饭盒里就不会粘连了。煎饺最后只会吸收非常少的油脂，不会油腻。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更多的了解羽衣甘蓝以及羽衣甘蓝的各种吃法会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见。